展开飞船，在清晨宇宙里面航行，连上信号，寻找快乐的卫星。Listen up, listen up， 这是秘密的调频，让你们都听到我们的声音。Listen up。Hello， 这拍吗？你这拍了？叫我就假装很好奇。啊，有在大排哎，怎么回事？还得坐电梯上来。要不然嘞？神神秘秘什么环节啊？问吧，等会，那我再舒坦一点，你问吧。那我们内心有太多的苦要说出来了。要大吐苦水的话，我能吐出一条黄河。峰峰平时看起来比较亲和，比较没有什么杀伤力，但是你要是让我抓到什么点的话，我跟你说，我的吐槽能力还是很强的。哎呀，我觉得今天会很那什么，但是我已经准备好了。那这个节目播不了了，讲不出来2分钟，全部都是要消音的东西。我感觉我能吐槽的都播不了，就忍了你很久了。虽然我现在还没想出来我要吐槽什么，可是你等一下等着。谁都别想逃，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。啊，好爽！说真话好爽！没有想到我们是真实的吐槽吧 Excuse me。我觉得这一集不剪个3个小时出来，真的要分上下集，分上下集，然后 VIP 专享，然后超前点播这种，其实充钱要收费看的。你最好是会吐槽到一个点，可能别人会接不住，我怕的是这个。艾克里里和李俊豪都很危险。X， 有一个在艾克里里心目就是没有限制性的会去吐槽。玉轩的梗很多人接不住，他的梗像定时炸弹。哎呀，我抢个中心位吧。Hello， 不要说他了，我好害怕呀。峰峰，其实风感觉是那种平时给人感觉很 nice， 但一吐槽起来会很厉害的人。白丁，在舞台上面很容易上头，我不知道一会儿他会不会上头，说些不该说的东西。是这么就是放松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是吗？对啊，大概是这样的。我还以为有个大桌子，然后我们坐在上面。我想的是有一个大桌子，然后我们就那种谈判一样，就像那个新闻联播做对一排，把节目组放到中间，然后我们几个来批判那种，这种太和谐了。哎，吐槽真的好恐怖。不恐怖啊？等一下听我们如何吐槽你吧。你看这好恐怖。哎，看我们来吐槽你吧，就是这种。啊。首先我吐槽这次吐槽大会好不好？什么吐槽大会？当时在下面对的时候，这个不能说，那个不能说，这个说了播不了，那个说了有危险发言，能让我说什么？没有说的。西门少年最好玩。对，说搞了好多沙子，结果这么薄的，然后我们还有那种要蹲下来把沙子抓起来，然后再看着沙子在手之间流的动作。我好多次我一进去抓什么都没有，那沙子太薄了，那沙子也太细了，有划死鱼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那有一吨啊！你们有时候自己都在骗自己。我们一开始就是一转身，让全部一排走出来，很有气势。结果临上场了，就告诉我们，在那个沙漠里面设置了假山，真的很假。那有很多人没办法，一转身之后本来很帅走过去，他要翻过一座小山，还有翻不过去，原本就这么很帅走，结果走的时候要这样。你说哪有气势嘛？还有就是那个 one take 3天倒计时100个，现在到多少号了？这应该就整栋楼最后所有的人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冲过去，那个发号码牌的在蹲在一个小角落，像一个黄牛一样在发票，大家嗡在一堆，嗡一圈在那里抢票。
我想说是干嘛？大早上抢包子啊？这里。主要是那人家蹲在那样，别跟我说，别跟我说，别抢了，别抢了，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。你们不排队我就不发。我说谁会排队啊？然后我一开始还怕抢不到票，我第8个我就去了，结果我抢了个寂寞，真的是我觉得玩笑既是我自己。那我跟李俊豪开始吧。来吧来吧，你为什么要做这么高啊？因为高就赢了。来吧，你先。李李有在酒店帮王力宏去胡子哈。当然啦，你这个卡壳很会。李俊豪的牙缝里有菜叶耶。当然了，李李其实有改年龄哈，现在已经38了，是不是？当然啦，李俊豪今天塞了15厘米的内增高吧？当然了。李李，听说你就是非常喜欢搞小团体，孤立别人。好恐怖啊，这个游戏。当然啦，孤立的就是我。李俊豪在大场是不是有手机呀？小心从口袋里掉出来。当然了。李李，听说你上传都是假货。当然了，这个好狠啊！气死了，忍不了吧？我忍不了了，我输了。KO。一轩吧，我秒输，我跟你讲，就是专挑弱的。你很怕吗？有点。很有杀气，李俊豪。啊，我还好啦。我就说，一轩，听说你有在就是这个下颚线增肌是吗？当然了，听说你公司寄给你东西，你都送给别人，你都不想用。当然了，你不看看他们寄了什么东西啊？我现在还在他说我是假牌子，还出来，真的有伤到。假牌子好伤人，我现在越想越难过。听说你们公司跟 YG 总部没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了，听说你只跳女团舞哎。当然了，开始变狠了，两个人。好刺激哦！听说你经常在寝室模仿女团跳舞，而且还会模仿女团妆容。我输了吧？我自动投降。不会吧？这个搞得我好像很犀利一样哎。是我穿假货，我要气死了！好，我澄清一下，李李穿的有一半吧，有一半吧，不全是假的。伤害性不强，侮辱性极高。你叫选个人。白丁上。李俊豪，听说你经常睡觉尿裤子。当然了，听说你戴的是假头套，其实你已经秃了。当然了，听说你觉得咱们当然了。王南军，王南军，其实我蛮期待的。王南军，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哎，好害怕呀！为什么怕我？我很弱啊。你先啊！我先吗？你是猪，你是猪。你走这一挂的吗？当是猪啊，当然了。哎，牛仔在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，措不及防。你才是猪！当然了。这个跟我刚刚他说我穿假货是一样的。我在里面输了，越想越气。你每天晚上都抱着芭比娃娃睡？当然了，你喜欢打自己巴掌。
我感觉你会输给王南军哎，他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我要喊的了，你在嫉妒李青。李青是谁？好，再来输了下来吧。大败耶！我来，王南军你输了。王南军，就是我有听说你在说尚雯婕老师唱功不好。当然了。啊！你还想回公司吗？你喜欢吃塑料？当然了。你有在说就是潘玮柏老师发福了？当然了。你说的。当然了。听说你舌头10米长？当然啦。听说你很喜欢展示自己的腋下？当然了。听说你没有门牙？当然啦。听说你现在年纪轻轻已经开始植发了？当然了。听说你发际线其实是从这儿长的？当然啦。听说你有在你队友的那个洗发液里面下秃头药？听说其实你没有手？太冷了，我输了，大败，下来吧。3、2、1 ，Action！ 听说你是蜥蜴变的？当然了，听说你门牙是从狮子那边抠下来的。当然了。用语言吵架。你有40只手，砍断了另外38个。当然了。听说猫有9条命，你有10条命。当然了。听说猫有9条命，你是猪。当然了。听说我是猪，你也是猪哎。当然了。别人都是有2头肌，你有90头肌。当然了。听说你鞋子里面没有脚。当然了。当然了。听说别人喜欢喝榛果粒，你喜欢喝榛果粒的壳。当然了。听说你不爱喝榛果粒。输了。很会找台阶。在场的某位是，为什么给我这么狠的？你敢乱说，别回宿舍。这里看王南军，你不要到处就说你喜欢竹了。昨天上导师课，就是因为你一直在导师面前说你喜欢竹，结果导师对我们这个节目非常的期待，然后我们进去跳得跟屎一样。คืออาจจะเป็น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ทีมที่แล้วอยากเข้ามาเพลงนี้มากๆแต่เราก็เลยเหมือนแบบคาดหวังว่าจะได้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เต้นแบบปังๆของเพลงนี้ของในแต่ละทีมแต่ว่าทำไม่ได้เลยแย่มาก。就王南军，你给我适可而止，你不要再给我在外面搞来搞去，说你喜欢竹了，别人还以为竹是那种什么天竺下来的神曲，就觉得非常的了不起。昨天练习的时候，就是竹在跳，我去看，我看到王南军在中心位在跳，我就想，哎，王南军是中心位。后来我问才知道，王南军不是竹那首歌的，他是蓝色衣服的，我们是黄色衣服的。我告诉你，昨天现场其实是这样的，我说我想去竹，结果所有人都说啊，我也要去竹。Who wanna go to Bamboo Group？ 当时我整个就，下一个，那我就说在好了。在，昨天晚上嘛，我们不是被通知早上要录电台嘛，我跟顶人准备睡觉了，然后再来突然打扰到人家了，记下来，一会儿吐槽他。再来就推开门进来，就是那种在宫廷剧里视察的那个感觉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李明旭呢？什么就那种。他好不容易就是已经聊完就回去了，结果他跑到隔壁李的房间里面，旁边全是那种。昨天我在你们房间听到他在笑，就是他在他们房间。对，他在隔壁房间，吵死了。早点睡觉。就是以后让我滚，麻烦说的明白点。我跟你说，要吐槽我就吐槽韩瑞泽，一个反拍 Layback 小王子，永远没有对过拍子。
你是我的公主跳一闹，我疯狂爱上你的特别美丽和微笑。蓝素的水晶鞋快丢掉，童话太美好。哦，慢了一点。李荣浩老师，你跟韩瑞泽说你这个是 layback， 是 rap 里面非常高级的一种东西，他就不找牌子了。他都把李荣浩老师给他的夸奖近乎是纹在了手臂上，一一展示。哎，但他真正公演的时候又可以。那也挺厉害，人家只看结果不看过程呀。我要吐槽一轩啊，他有话不直说啊。他有时候大晚上就是我们刚就是训练完之后回去很累了，我就一边要卸妆洗澡了，但是一轩就先敲门，在吗？我说你进来啊，哦正好，他们都没在啊，我说他们都还没回来，然后我就一边弄自己一边弄自己，他就待在那里，我说你到底有什么事情？然后他就站在那里，他说。没有啊，就过来看看啊。然后我就一边搞自己，一边卸妆啊，一边洗脸啊，一边干嘛？我就再走出来，我说你到底想干嘛？他说你有吃的吗？就是他干嘛他不直接，他要磨磨唧唧，很拖拉，很磨叽。还有，我们在宿舍天天丢东西，然后他天天捡东西。九州拍商务也是，他会送他2束花，然后我直接整个拿走。我捧出来，我说宿舍放不下了，我说谁要？然后一轩刚好在门口，他说那你要扔掉吗？这个花你要干什么？我说我要扔掉啊。然后他说不要动，他直接抱走了，直接回去擦花。然后我们加湿器就有很多嘛，就有很多加湿器，已经湿的就宿舍已经很像瀑布了，就没有办法再加湿了。然后就拿了2个加湿器出来，恰巧也被一轩看到了，他说你要干嘛？我说就是我要放在边上看谁要。他说别动，我来。哎，一轩，你是住在门口搭了个帐篷？扔的东西很可怕，就是全是新的那种。好，到我吐槽了，吐槽白丁。来，白丁就是在偷偷那首歌嘛，就是偷偷不就是偷偷喜欢你的那种感觉吗？然后他那个眼睛就盯着你不放，而且还一遍一遍跳给我看，就是眼珠子从来不离开你的眼睛。然后我想看原版哎，你跳一下原版。像个小孩一样。你看到没？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这哪是偷偷啊？你没有听过那个 Cinderella？ 他们说段奕迅跳的像要绑架 Cinderella。我们是在逃公主，对，然后他是要来抓我们的。下一张卡片来，下一张卡片。陈导江总商务。我要说的话就是，赶紧给我 C 位。这跟他们有什么关系？这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，是我们不想给你。没有，这不是吐槽啊，这是请求。来，我要吐槽陈总了。我们参加游戏活动，然后有一个奖励是陈总的汤。陈总，你就好好说一下那轮游戏你要送我的那锅汤，我跟你要了多少次了？我能理解，就是你用心良苦要熬这锅汤要给我们喝的那种甜蜜，那种甜蜜哈。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的桂圆还有红枣下的也是稍微有点太多了吧。我感觉那一锅喝下去得高血糖，就是马上飙升。我有幸喝了1口。你说有一碗喝，那我劝你先喝1口试试看，不要猛灌的状态。抿了1口下去，就这种状态了。记得那个时候他们说，大家要知道陈总的手艺真的非常好。陈总，要不你来跟我学做饭吧，真的。商务为什么不找我拍雅诗兰黛？我都拍过哎。你拍过雅诗兰黛的？虽然我名气不如你，但是我拍过。哪有那样？你这是陷害我！王一场，拿去吧。够意思，以后就靠它啦。盒饭，哎，它里面经常有蔬菜炒蔬菜的这种搭配。哎，而且有个点啊，它的肉不知道所有的肉都放在面上，我在下面翻不出来的。我每次一看，我说，哎，这块肉多一点，里面说不定还有一片有惊喜，没了，结果就一片。盒饭里面有一个我最喜欢吃的菜是那个酸菜。不要，那酸菜是黑暗料理。真的吗？你喜欢？我喜欢，但是我最不喜欢的是芹菜炒花生。感觉每一顿饭里面都有芹菜，知道吗？我感觉他们在大厂有一片芹菜地，对，卖不出去，迷惑行为。哦，我知道，
我有一个灯牌嘛，本来是有一个 K， 是一个金色的 K， 上面还有一个皇冠，我觉得肯定是我啊，结果不是我。什么 ？Kiss 的，你的好朋友逸轩！哎呀，你别走！今天是我当天生日，他们给我做一个生日灯牌。那个不是粉丝迷惑行为，那个是你的迷惑行为。那个关粉丝什么事情啊？然后之后呢，他们就去给我做了一个灯牌，就是公主。然后他说：“哎，你来看，是公主。”冰就亮了。宿舍训练社9号教室，永远有一股余味。在深圳的朋友们，你们在红树湾闻过味道吗？就是那个味道，你会觉得我看见了海哎，在北京内陆城市 ，I see the sea， 这个大海的味道。有人说那个教室是当时偶练的时候，不是人聚集最多的一个教室，他们练那个 one take， 然后很多人什么汗臭到现在，对，一直到现在。这些汗可以去提取精华了，我真的是。而且我跟你们说啊，我不知道怎么了，这教室落灰非常严重。有一次我找不到我的 MP3， 我在那个地方看，我说哎，这个地方怎么这么多灰啊？一麻是我的，一层啊！我说怎么？现场导演摄像老师，摄像老师都很好，摄像老师都完美，摄像老师手一边拍照一边打麻将就好了。哦，摄像老师有一个点我要说，爱存在的应酬是怎么拍的？我那个时候来的时候还很胖嘛，应酬是要拍那种情境的，前面爱存在，他们前面几个都很美，我整个人是这样玩，那个机器是这么拍，仰拍一个大圆脸仰拍。然后我感觉我的眼睛巨小，然后脸巨大，巨小脸巨大，就好像一个大的披萨饼中间两个什么东西，对，2个葡萄干。我要说一下现场导演，很搞笑啊，现场导演。我报上去的名，我说我学的是一只比较高雅的鸟，结果我学完机以后，你们在催进度，是在催进度吧？它可能是北美附近的呀，蛮远的啊。还在放。我来给你规定一下情绪，给你规定下情绪，你配合一下。还有别的动物别这样，这一趴很快就过去。它的高雅的鸟变成了一只北美的鸡。对，我的高雅的鸟变成北美的鸡，我的这个真的很高雅，你们听。多高级！你们让我在那里呱呱哒，干什么？我是个偶像。哦，原来是这样来的。好好听啊！你跟我真的很高级，感觉是那种热带雨林里面高级鸟。我以为在开玩笑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我真的，你们赶进度，你也知道的，不让我展示，然后整个一个乡下的土鸡，我感觉再走2号我能蹦出个蛋。你再学一下那个鸟叫，再给我机会了。清脆的。是不是有在好听的？好听，有在高级的？有。北美的鸡是什么？我是什么呀？我是个高雅的动物。他提前跟你说你要我跟你说鸡吗？我一直写的都是鸟。他们以为我少了个柚字，大肠喜剧人刘赞赞。然后还有不让上厕所啊，对，还有不让上。小考核是那个例，然后就是比如说 A 组 B 完看 B 组嘛 ，B 组看公布结果嘛，然后就结束了。哎，来了什么3个导师要站到中间了，然后就一个导师说完话就是啊，刘文浩老师你还有什么想要说的吗？然后刘文浩说我也没有什么想要说的了。然后我就说啊，终于要结束，我们就在鼓掌，我就是哎，终于要结束了。然后刘文浩说哎，那我还是说2句吧。然后我说实话，你那不算惨的。因为我们组还有人想要尿尿，但是我先去，我真憋不住了，我尿到一半掐断，然后跑去拍完以后回来继续上。你有我惨，就我们那个偷，对，偷，然后就跑过去，我说我来了，我还没上完，然后努力的拍完一个进场以后，马上冲过去，才上完的。真的，后面的半段尿，真的尿的就没有灵魂了。
好了，那个摄影老师，你们就是今天我们该讲的，我相信不会全部都讲出去哈。但是你们该听的，你们都听进去了。我希望哈，在你们嚼槟榔的时候，把这些事情都忘掉。还有各位剪辑老师，你们看到本条视频，小牛在这里就此谢过，小李在这里，快点，你也说了很多不能说的，在线求饶。对，敞开天窗说亮话。怂的是我们，怂的是还是我们，就是说也是我们要说，跪也是我们要跪。对，也知道你们辛苦了，但是还是有槽得吐嘛，是吧？爱你们呀！淘汰感言，就是我觉得人生中很少有，就是几百个人为同一件事情去做，你刚好又是其中一个人。我觉得人生能有几次这样的机会，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难能可贵。就是我觉得青春有你这句话是在对我自己讲了，你的青春有你，对，就是我的青春里面有我刻画的那个我，而且我也为了这个我去做到了一些事情，一些努力。对，我感觉这一切都很奇妙，就是我感觉我上一秒我还停留在我18岁那个时候，刚大学开学的时候，就很突然的就签了公司，然后来到了青年。然后我觉得青春有你的话，算是我就是青春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吧。我感觉我在这里又经历了另外一个青春，这个青春有你对我来说可能是另一个青春的存在。我是比较愿意纪念留念的人，所以我会带走所有与这里有关的东西，回去就把它留起来，纪念起来。这样，就真的每个人都是，就是都有亮点，就是希望每个人也值得被看到。或那一下如果他没被看到的话，就是你那一刻反而会觉得，就会踢他，不值得，就不值得。然后有好的，有不好的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活吧。现在虽然回来了节目有很大的压力，从来没有过的压力，或者说跟自己预期不一样的一些难过的时候，但是我觉得这些才让我更认识我自己是谁吧。青春这种东西吧，留不住的，但是我觉得青春有你是把我们的一段青春留在了这里。青春有你对我的人生来说，绝对是我的一个大印章，鼓励了我今后去做很多我自己想了很久但是没有去做的事情。而且很重要的就是，不是你自己在做的话，你不知道你能做出什么，你看的永远是别人在做。对，就每一个工种都是在社会上的一个零件，我们虽然只用做好自己，但其实可以偶尔关心一下别的零件到底有没有被你磨痛。你这是在哪里学来的？刚想的。哦，我这句话我有学到，我要说我就在牛在这里学到了一句金句，就是我觉得是要珍惜眼前你所想的，包括你想去做的事情，赶紧去抓住这个机会。好了，散会，谢谢。